各位棋友，从今天开始将正式为大家介绍中炮盘头马的开局。这个对局阵型和牛头滚非常的相似。走到这里，黑方选择马二进三，形成了屏风马。牛头滚的走法选择卒七进一。接下来红方也是不甘示弱，抢先形成双正马。中路有炮，将来可攻可守。黑方一看，挺卒制马。红方中路发起进攻，黑方选择乘势补后中路。相信棋友们看过前面牛头滚的开局啊，这简直是一模一样。那么接下来就有所不同了。牛头滚的走法选择车一平二，快速出直车，本局开始出横车。好了，接下来黑方行棋选择冲卒，可以说啊，应对红方中路进攻，他采取形成两头蛇之势，将来容易上马活通马路。这时候红方平车占据内道线，锁住黑方的将门要道。黑方针对红方这个车花了一点小小的心思，采取炮八进二。这步棋既防止红方冲中兵，同时也准备借马平炮打车。红方一看马三进五，选择中路发起进攻之势。可能大家会想，这里为什么没有走马七进五呢？我们稍后往下一看就知道这里的精妙之处。黑方按原计划进行，选择上马，下一步棋准备平炮打车。那主要是这个八路炮给前面这个马生根。红方一看冲兵，我就拆你的炮架，拆你的台。黑方抢先平炮打车，红方调转进攻方向，平车掩护前方这个小兵往前冲卒吃炮，采取一定的威胁。那黑方一看，这里必须得先下手啊！即便是你将来飞向他这里一吃的话，依然是进攻过来守不住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棋友们看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接下来会怎么走呢？先前上这个盘头马的话，感觉上马踩卒，进车吃卒，将来再威胁七路马，都是非常不错的走法。但是棋局在这里突破我们的思维，走得更加的先进，冲兵威胁黑方的四路马。这里可以说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思路。对方这个马的话，将来有一定的作用，一旦马四进三踩到兵的话，还窥视中炮，那这样呢，消除你的有生力量，黑方也不得不对呀。红方上马吃掉，局面非常的明朗。红方的中路进攻优势依然存在，黑方只能成一个防守状态。现在这个小卒是关键，敞开也不太合适，进卒的话直接吃还威胁马，干脆把中路给拿掉。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，接下来就是精彩之处了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常规思维可能有几个走法，进炮打掉，进车吃。但是棋局的走法选择上马吃卒，可以说这一步棋啊，是本局棋非常精妙的一个走法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上马吃呢？这也是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棋谱，相位马的好处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这里既窥视中卒，同时也有马三进四，或者说马三进二，将来既威胁炮，同时啊，一马卧槽的话就抽着车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，黑方如果说不仔细的话，这里就立刻成杀。我们先为大家把这个杀法也演变给大家看一下。比如说感觉出车抓炮是个先手，但是红方一上马的话，这里就非常的明显了，吃着炮卧着槽抽着车，还回踩着炮，车还吃着马，红方占尽了优势。那比如说棋局啊，在这里也给我们走了一个简单的演示，进车吃炮。当然呢，或许大家会认为这里是不是有点配合，但是也主要给我们展现一个杀法。我们来看看，这是黑方进攻的表现，当然它还有回防飞象的变化。那这里一吃的话，显然红方并不是上马卧槽将军抽车，也不是进车吃马。我们下象棋重要的思路就是有杀先看杀，跳马踩炮先手将军。黑方仅此一步，因为中路有炮牵制，只能出来。那么走到这里，可能有棋友会认为，你这不是玩笑开大了吗？你吃我一个炮，下一步我要吃你的士，同时我先前吃了你这个炮，子力上面不亏。
那即便是你现在吃我马的话，我把你这个马吃掉，感觉也还行。实际上红方也没有这样走，而是拨开云雾。这一步棋啊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马后藏车，目的很明确。下一步马一闪开的话，就是个杀。老将只能来中路撑势的话，进车砍同样是杀。这里结合车马，典型的钓鱼马杀。现在黑方怎么走？他防守的话，要么飞象，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。比如说飞象的话，回马踩掉中卒，这里依然是先手将着军。你如果说撑势的话，进车白吃到中路，将来上马同样杀。直接进的话，好了，很明显，跳马挂角就是个杀。好，我们返回来一点。当然，这是飞象的变化。那如果说将4进1呢？那这里同样的招法，回马踩掉中卒，依然将军。黑方只能撑势，进车一砍，绝杀。这个马呀，又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合。车马炮3子呈立体式的进攻。我们返回来，当然在这里，黑方还有最为顽强的走法，大家也不妨来看看。那现在最为厉害的就是红方这个中路炮，弃车砍炮，先手来一个将军，红方必然是飞象吃掉。这时候黑方腾出手来，乘势吃掉马，暂解燃眉之急。但是红方的进攻啊，如潮水一般，继续将军品车吃掉马了。当前局面胜负已定，红方双车，黑方单车炮。同时在这里残缺士象，红方很容易进攻，最终取得胜利。我们稍作返回，前面黑方采取进攻，贪吃红方这个炮，疏于防守，红方这个马发挥了巨大的杀伤力。那么在这里，黑方第二个变化选择防守。首先我们看一下，如果说飞象，无论飞哪个象，那这里吃不到炮了，因为这里撑势可以吃掉，但是可以上马的话，这里一调转枪头，黑方9路车就被抽掉了。关键这个马既有挂角又有卧槽，黑方最为关键的就是退炮进行防守。那现在7路马，红方就直接进车吃掉。黑方一看，这不是一个交换吗？同时这里还防守住了。但是这里吃完之后，这个8路炮是脱根的，回马即可吃炮。但是棋局啊，并没有这样走。我们来看看棋局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有杀先看杀，品车过来准备吃底象就是个叫杀。因为这里一吃，中路有炮牵制，黑方不能退势，只能退炮，二线失去防守，跳马卧槽挂角就是杀。那现在即便是你飞象逃开了，品车吃完之后也是白送，依然是叫杀。仅此一步，退车回来防守。这时候红方腾出手来，回马金枪吃掉炮。好了，棋局胜负已然明了。红方车马炮3子成一个立体式进攻，将来继续上马依然是窥视黑方老将。反观黑方成一个防守状态，同时阵型还不太稳，红方必胜局面。我们返回到先前局面，黑方出车抓炮采取进攻，显然是忽略了红方象位马的进攻。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分享4个防守的策略，既有平炮中路来一个硬碰硬，也有飞象提前补后中路给马生根，当然还有顽强一点的平炮，先从源头上面把这个象位马先挡一步，最后还有退而求其次的进车防守。本局我们先看前2个变化。如果说平炮中路的话，红方既可以简化局势，直接给你打掉，将来再次还价当头炮，依然有上马，同时窥视中卒。但是红方这里还有简化明了的直接跳马，既有上马卧槽将军抽车，同时车吃着马，回马踩着炮，这个阵型黑方必定要丢子。好，我们来返回来看看黑方第2个顽强的策略，选择象7进5。当然，为什么没有走象3进5，也是为了防止红方马3进4之后呢，这里跳马卧槽的话，它既可以将来快速出车啊，形成一个看守。
我们来看看红方在这里就偏偏来了一个偏打正着，上马踩掉中卒，先削弱你中路的一层保护，同时窥视四路炮。现在接下来这个炮是个关键，如果一退的话，显然七路马没有了，要么就是平，要么进去看守。首先如果说进去看守的话，这里就比较简单了，八路炮发挥出的威力，进炮一将军就是个杀。现在黑方要么退炮，马一跳挂角的话就是个杀棋。当然大家肯定不服，我退士的话，战士不就暂解燃眉之急了吗？那这里红方走的可以凶狠一点，跳马吃炮，马炮双将，你这里是来不及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变化，进军看守是守不住。我们依然回到这里，又不能退炮，这里会丢马，他有比较顽强一点，我把这个炮闪开呀。这样的话依然是采取一个给七路马生根的走法。那么好了，在这里红方依然是快马加鞭，跳马一将军只能出来平炮，再来一将，马后炮。黑方一看我还有一个防守，平炮过来卡住。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红方最容易得意忘形的走法。感觉我上马吃象，这里依然是将军，先白吃你一个，或者说回马吃卒。但是你要想想，这步棋一走的话，黑方一摆炮中路，反手来个将军，这样的话就来了一个解杀还杀，你来不及的话，有可能这个马就会丢。红方走了一招回马金枪，可以说这步棋啊严丝合缝，把黑方这个炮啊卡得死死的，这样将着军。现在没有办法，如果说进炮打掉士的话，再跳马将军的话，这个炮回不来了，他就没办法防守，马后炮杀棋，只能选择进将。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红方好像进攻不动啊。在这里红方弃车砍马，妙手得子。现在黑方一看大势已去，能不能平炮打车呢？不打的话，这个车啊全身而退。如果说打的话，那这里就非常的简单明了，红方跳马将军绝杀无解。正好六路炮借助黑方的炮成了一个炮架，对他内道线形成一个封锁。那这里啊白白吃子，同时锁定胜势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一局啊开局为大家介绍了一个简单的杀法，同时主要是为了说明这个相位马的厉害性。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说棋友们觉得还不错，欢迎点赞关注长按评论，非常感谢。